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当人们遭遇灾难、不幸或失去所爱之人时，常常会反思幸福的真谛。然而，若能意识到7个简单的要点，便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并在宁静中迎接生命最后的时刻。作为一名医生，作者从患者身上学到了这一点，目睹了超过3000人的离世。他们的生命教会了作者如何过上真正无悔的生活，以及如何持续享受幸福。我希望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每位患者告诉作者的幸福生活的诀窍。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请仔细观看即将介绍的内容，他们可能会改变你的人生。这次我要介绍的是小泽竹俊先生所撰写的《临终时感到幸福的人的7个共同点》一书。我将逐一在视频中介绍。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内容。第一部分是一名医生通过与3000名临终患者的接触所发现的7个幸福要素。第二部分是关于如何立即变得幸福，过上不会在临终时后悔的人生的魔法方法。第三部分是有这些习惯的人在临终时一定会后悔。那么，我们立即开始解释医生通过与3000名临终患者的接触所发现的7个幸福要素。通常情况下，如果我们只是糊涂地度过生活，可能很难获得重要的领悟，比如什么是幸福、生命的意义等等。我们可能并不会认真思考这些问题。那么，我们真正认真思考幸福和生命意义等问题，并意识到它们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那就是死亡时刻，也就是临终时刻。许多患有疾病、接近生命最后阶段的患者，在痛苦中往往会获得重要的领悟，有时甚至会彻底改变以往的价值观。在健康时，我们可能认为一些东西理所当然，没有去珍惜，比如他人的善意、温暖、大自然的赐予等等，直到面临死亡时才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有些人通过这些意识到自己为何而生，领悟到生命的意义。有些人希望在重生后有所不同，还有些人将自己的愿望寄托在子女或后人身上。患者们在临终之际重新审视生活，获得内心的平静和温暖，真正获得幸福。作者是一位曾经照料过3000多位患者的医生，他发现了一种可以让人过上没有遗憾、一直幸福的方法。每位离世的患者都教会了作者如何度过幸福的人生。这些心得总结成了这7点。那么，这7个要点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先概括一下：1. 不自我否定； 2. 无论年龄多大都勇敢迈出新的一步； 3. 向家人和重要的人表达真挚的爱； 4. 对每一次相遇的人和事都心存感激； 5. 珍惜此刻，享受当下； 6. 勇于将重要事物托付给他人，持有这样的勇气和决心； 7. 珍惜每一天的过程，认真对待当下。这7个要点，正是人们能够在生命最后时刻保持幸福的秘诀。通过牢记这7点，无论生活中遇到多少意外事件，你都能心怀平静，过上幸福的生活。比如，听到这番话的人中，是否有人自我否定，觉得自己是个废物、无能之辈呢？或者是因为年龄大了而放弃迈出新的一步的呢？这样的人到了临终时肯定会感到后悔。又或者，你是否能够向家人和重要的人表达真挚的爱呢？日本人常因为害羞而不擅长用言语或行动表达爱，但到了临终时，我们会后悔没有向更加重要的人表达爱意。再者，有多少人能够真正享受当下呢？现代人往往沉溺于过去的烦恼或未来的担忧，心思总是飞向过去或未来，因此能够全身心投入活在当下的人寥寥无几。如果你能珍惜此刻的生活，那么在临终时，你会觉得如果能珍惜今天这一天就好了。通常当我们年轻健康、万事顺心时，我们往往会追求那种显而易见、刺激的幸福。我们努力争取更高的职位、更丰厚的薪水、更舒适的公寓、豪车、名表等，渴望奢华生活，渴望成为富有的人。我们总是追求着这种明显的、刺激的幸福，但研究表明，这种刺激的幸福最终并不能真正使我们快乐。相反，
真正带给我们幸福的是重要的人际关系、健康与人的情感联系、有意义的工作与个人成长，以及与重要人物的回忆。这些都与金钱和地位无关。假如我们失去了健康，便无法体会到幸福。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是我们幸福的基石。若我们只追求刺激性的幸福，忽略这些基础，渴望购买想要的东西或过奢侈的生活，我们会变得不幸。有些人为了居住在高级别墅或购买奢侈品而拼命工作，但作者认为这样的人根本无法得到幸福。我们要获得幸福，并不需要金钱或奢侈品。例如，通过冥想和实践感恩的习惯，我们可以获得心灵的稳定和内心的平静。冥想和每天感恩都不需要花费1分钱。相反的，即使有再多的金钱，也无法获得心灵的稳定和内心的平静。同样，健康也是如此。我认为，并不需要花费太多金钱才能变得健康。为了保持健康，需要良好的饮食、运动、充足的睡眠和缓解压力。但即使是饮食，也并不需要花费太多钱来烹饪健康的食物。而运动、睡眠和缓解压力等活动都可以零成本的进行。如果我们仔细思考，就会发现，与其拼命追求刺激性的幸福，不如认真思考什么才是真正能让我们幸福的。这本书提出了7个让人在临终时感到幸福的共同特征。在日常生活中，牢记并实践这些特征是非常重要的。人生中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可能会遇到挫折，失去财富、地位或重要的人，也可能因退休而离开工作场所，或者因疾病、受伤或其他原因而失去身体自由。在这些时刻，许多人会感到困惑和痛苦，不知道幸福的真正含义和自我存在的价值是什么。然而，通过这些经历的痛苦和反思，人生中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意外事件。事情并不总是按照我们的想法发展，但只要我们意识到真正对自己重要的事情，并找到支持，我们就一定能够找到幸福。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请务必认真面对自己，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否合适，并回顾自己的人生。接下来第2部分是关于如何立即变得幸福，过上不会在临终时后悔的人生的魔法方法。在第2部分中，我们将专注于探讨我个人认为在临终时幸福的人身上尤为重要的2个特征：1、对家人和重要人物的真诚爱；2、无论何时都敢于迈出新的一步。接下来，我们将对这2个特征进行深入探讨。首先，我们将从对家人和重要人物表达真诚爱这一点开始。作者认为，向家人和重要的人表达真诚的爱非常重要。这是一件可以立即实践并确保让您幸福的事情。如果有人告诉您对家人和重要的人表达真诚的爱很重要，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实际上，许多人都会为了爱而努力工作，做家务或者在休息日和重要的人一起外出。我相信每个人都在爱着自己的家人和重要的人。然而，在面临紧急工作突然出现时，我们可能会优先选择工作而不是与家人的约定，或者我们可能会把个人时间、爱好或与朋友相处的时间放在家人的时间之前。也许还有一些人并没有向家人或重要的人传达出自己的爱，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当我们的爱人总是在我们身边时，不论他们是多么重要，我们往往会忘记他们存在的重要性。然而，在面对紧急情况或困境时，许多人首先会想到的是家人或重要的人。在喜悦的时刻，我们想要分享的第一个人往往是我们的家人；而在灾难发生时，我们首先要确认安全的人也往往是我们的家人或重要的人。同样，在面临自己即将死去时，人们也会考虑到家人。作者在临终关怀的现场遇到的患者，几乎总是把思念寄托在家人身上，并把家人视为心灵的支撑。有些患者在患病临终前开始意识到，他们应该立即与妻子、子女和孙子好好交流，以免在临终时后悔。当他们看到家人的脸时，
会觉得自己有幸拥有这样美好的家庭，认为自己的人生是幸福的。还有一些人在健康时期就意识到，如果更重视家人，会更好。一旦患病，自由行动也会变得困难，为家人做事也会变得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后悔没有在健康时更多的珍惜家人。即使在社会上被称为成功者，如果没有为家人做出贡献，有一个优秀的家庭，人们也会感到幸福。听到这些话的人中，可能有些人，他们可能渴望给家人带来更好的生活，想要为家人创造更宽裕的生活，因此拼命工作挣钱。然而，你的家人或重要的人真的想要这样吗？他们真的想要丰富的生活吗？实际上，他们可能更希望增加与你相处和陪伴的时间，而不是追求物质上的富足。也许，他们更希望与你一同度过更多宝贵的时光，而不是追求金钱。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你在表达对重要人物的爱时可能出错了。你应该做的不是拼命工作挣钱，而是与家人和重要的人共度更多时光。也许你一直为了家人而拼命工作，但最终却没有太多时间与家人相处，无法与孩子一起外出。有很多人会为此感到后悔。所以，我想强调，你应该与家人和重要的人进行深入的交流。你的家人和重要的人到底希望你做些什么呢？我认为表达更多真诚的爱是重要的。与海外不同，在日本文化中，羞耻和谦虚是受重视的。直接表达感情可能会让人感到尴尬，即使是家人或重要的人，我们也不可能完全理解彼此。而且，不要以为对方能够无言理解你的想法。因此，通过言语表达爱意是很重要的。这样可以清楚地传达出你对对方的重视。另外，当你用言语明确地表达爱意时，对方可以感受到被爱的确认，从而得到安心和信心。如果你想被爱，首先你需要从内心去爱。当你表达出自己的爱意时，对方很可能也会回应同样的情感。通过这种相互表达爱意的方式，关系和联系会更加牢固。确信对方重视自己是建立深厚信任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因此，请务必经常对家人说声谢谢，我真的很感激你，谢谢你一直支持我，让感激之情渗透到整个家庭。也要更加坦率地告诉重要的人，我真的喜欢你，我爱你，让爱意更加明确。对于那些认为直接表达情感很难的人来说，写信或发信息也是一种表达情感的方式。通过书写，你可以整理自己的情感，深入思考如何更好地表达，同时也能更深刻地理解自己对对方的感受。重要的是理解表达爱意的重要性，并向所关心的人适当的传达。了解如何以最适当的方式表达爱意也很重要。所以，我建议你从今天开始实践。接下来，我想介绍的是幸福人生中的另一个共同特征，那就不论年龄多大都勇于迈出新的一步。现在，请大家回想一下，你们在漫长的人生中是在何时感受到幸福的呢？想一想吧。例如，当你被录取进入理想的学校或公司时，当你在工作中取得成就时，当你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他人有所帮助时，或者当你与心爱的人结合时。答案因人而异，但是有些人可能会回答说，我一直以来都没有什么好事发生过，从来没有感觉过幸福。在与许多患者打交道的临终关怀工作中，作者深信，无论过去的人生如何，当一个人从内心深处觉得自己生来就是为了某个目的而存在时，便会感受到巨大的幸福。当我们从内心深处相信自己的存在有意义时，我们就能品尝到终极的幸福。一位常说自己过得不好的患者，在经历了人生中的失败后，决定在博客中写下所学到的教训。他笑着说，也许我就是为了这个而活着。另一位患者一边忙于家务、育儿和照顾家人，一边感叹着生命的匆匆结束，但他却自豪地说，我为能守护家人的笑容和健康而感到骄傲。即使人生曾经艰难，但当意识到那些痛苦的经历都有其意义时，
人们可以接受自己为此而来到世上，并为未来怀有希望。在那一刻，人生会发生巨大的改变。这正是作者所说的。对于人来说，这种开悟可能是终极的喜悦和幸福。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存在的理由，你可能还未找到自己的理由，所以我希望你能在当前的环境中去寻找，或者踏出新的一步去探索。不论年龄大小，人们都有重新开始人生的机会。年轻而健康的时候，可能会被工作所迷，忽略了家人，伤害了身边的人，因为追求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感到生活毫无意义。但是当这样的人开始经历疾病、受伤、挫折和痛苦时，开始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珍贵，感受到生活中的重要支持者，便能明白生来的目的并非仅在于赚钱和满足欲望。因此他们可能会树立新的希望和目标，更加珍惜家人，更加重视自己真正的价值观，使自己的人生变得更有意义。无论你此刻年龄多大，不论何时何地，从那一刻起，你的人生都将经历巨大的改变，从而让我们真正感受到幸福的含义。曾经担任银行支行长的50多岁男性患者，自高中毕业后就投身银行行业，以严格的工作作风著称，从不向无法偿还债务的个人或企业提供贷款。他的出色表现使他迅速晋升为支行长，收入也随之增加。然而，当他50多岁时被诊断患有肺癌，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在健康的时候，他只专注于工作，而忽视了家人。他认为那些无法工作的人对银行毫无价值。然而，当他面临无法自理的生活困境时，他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他意识到，无论拥有多高的职位或多少财富，都无法带走。一旦离世，这样的人生就毫无意义。他开始认识到，家人的爱、同事间的友谊以及与工作伙伴之间的信任等无形之物才是真正重要的。他开始意识到自己过去是如何依赖家人和朋友的支持。从那时起，他开始逐渐改变自己，并开始向周围的人表达爱意。他意识到，在临近死亡的时刻，他终于明白了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事情，并且能够向家人和同事表达这种感悟。即使现在他的健康状况不佳，但他依然感到非常幸福。作者至今仍然记得他说的这番话：人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并感受到真正的幸福，并且提前认识到金钱不能带来幸福，真正做到忠于自己内心才是最重要的。然而，虽然理想情况下可以无视金钱而追随内心的所想所为，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简单。很多人都认为，在这个社会中，金钱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如果完全不考虑金钱就做决定，这是不现实的。特别是在媒体大肆渲染未来前景不明朗、担心养老金不足等问题的今天，很多人都对未来感到焦虑。现在很难完全相信只要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就好了，或者金钱会随之而来这样的想法。此外，当人们年轻而身体健康时，往往会追求表面上的幸福，如金钱和名誉等。世界上有许多有趣的事情和诱人的商品，只要有钱，我们就能轻松得到它们。而且，金钱和名誉等东西可以轻松地与他人进行比较。如果比其他人得到更多，就可能产生优越感。不过，我们必须认识到，通过这些方式获得的幸福是有限的。金钱和名誉等东西可能会让我们暂时感到幸福，但同时也会带来巨大的痛苦。一旦品尝到这些快乐，欲望就会被唤醒，变得越发贪婪，很难再说出我已经满足了，不需要更多的话。在当今社交网络等平台上，人们容易陷入与他人比较之中。若将这种比较作为生活的目标或幸福的标准，就会觉得自己不够幸福而感到不满。这样一来，最终会感到痛苦超过幸福。此外，当面对别离、挫折等重大痛苦时，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限制、疾病的侵袭或死亡的临近，
很多人才会意识到，金钱和名誉等并不能真正给予内心安宁，也不能让自己真正感到幸福。在承受痛苦、失去年轻和健康时，人们最终会思考是什么才能真正给予内心的宁静和幸福。也许是家人和朋友一直以来的支持，也许是自己为社会做出的贡献，也许是坚守的信念。即使没有挣很多钱，也没有社会上的成功，但如果能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而感到满足，或者能真实地活出自己的信念，那么我们可能会感到幸福。当然，在生活中为了金钱而工作有时是必要的，但我们应该知道，仅仅依靠金钱是不能真正让人感到幸福的。要实现幸福，必须具备其他因素。一旦意识到除了金钱和名誉外，还有其他真正重要的东西，不论年龄大小，真正的人生就开始了。接下来，我们将解释一个理念，即有这些习惯的人在临终时一定会后悔。在第3部分中，我们将继续关注临终时幸福的人所共有的特点，并解释其中的2个。首先，第一点是不自我否定，其次是勇于将重要事物托付给他人。我将逐一进行解释。现在开始解释第1个特点，不自我否定。在座的听众中，很可能有过自我否定的经历，觉得自己不够好，毫无价值，或者认为自己的生活是错误的，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意义是什么等等。在生活充满活力、一切顺利时，或许不会轻易自我否定。然而，当遭遇挫折、失败、失去重要东西或患病时，人们往往会变得自卑，不自觉地责备自己。我希望大家能够在任何痛苦之中都不自我否定，这是我想强调的重点。只有接受并肯定自己的人生，才能给心灵带来平静，真正体验到幸福的感觉。在生活中，审视自己的想法和行为，并在必要时做出改进，这是非常关键的。这样做可以让未来变得更加美好。与盲目否定自己和自己的人生相比，反思并改善是完全不同的。认为自己毫无价值，认为自己的人生毫无意义等想法，只会剥夺自己的未来。无论如何，接受自己，接受自己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人生，这才是直到人生最后时刻都能享受幸福的关键。作者在看到许多临终的患者时，总是有这样的感受：不管处于何种境遇，你都是有价值的人。这个事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特别是那些已经养成了责备自己或自我否定习惯的人，应该格外警惕。持续否定自己会导致自尊心和自我效能感下降，从而失去信心，认为自己毫无价值，增加对未来的焦虑。如果持续否定自己，会增加压力和焦虑，甚至可能导致抑郁症等心理疾病的发生。此外，对自己持负面看法的人很难建立人际关系，因为他们往往会过度否定他人的意见，总是对自己持负面态度，表现出消极情绪，这会导致周围的人渐渐疏远。因此，我希望你能肯定自己，至少要肯定自己。在人生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困难，可能会因挫折和失败而失去自信，也可能会与他人比较而产生自我否定的想法。当遇到这样的情绪时，作者建议我们将目光投向自然是个不错的选择，可以前往山涧或海边改变环境，或者在无法外出时，每天花几分钟欣赏身边的自然景色也是可以的。自然会教会我们很多东西，它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有时会让我们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当我们置身于大自然之中时，我们会感到被自然所包容，这会让我们感到安心和幸福。尤其是生活在都市中的人，很容易忘记我们其实是与自然相生相息的。然而，当我们关注身边的自然环境时，会重新感受到与自然的联系，这会带给我们莫大的安心和幸福感。接着，我们将继续解释第2个特点，即勇于将重要事物托付给他人的勇气和决心。比如，作者曾经接触过一位70多岁的女性患者，她非常认真，责任感强烈，常年照顾患有认知症的丈夫，
始终不愿给儿子和儿媳添麻烦，因此近10年来一直独自照顾丈夫。然而，当她得知自己寿命所剩无几时，开始接受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现实。她决定在另一个世界里守护丈夫和家庭，将丈夫的照顾交给值得信赖的儿媳。与此同时，曾经饱经磨难的她开始展现出温和的笑容。作者发现，他所接触的那些安详离世的患者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苦难中决定将曾经执着并珍视的事物委托给别人。他们决定将自己一直关注和重视的事情交给那些他们由衷信任、理解自己感受的人。例如，厨师可能会对味道有所追求，外科医可能会为自己的手术技术感到自豪，认为这是自己的身份认同。尽管身体健康时一切顺利，但一旦生病，情况就会改变，成为沉重的负担，带来痛苦。曾经专注于工作的人，由于某些原因可能无法继续工作；厨师可能因疾病导致味觉障碍；外科医可能因视力下降而无法进行精细操作等情况。在这些时候，曾经有执念和追求的人会感到失去了生存的支撑，开始自我怀疑，认为自己已经无法再前进。在这种痛苦中重新找回心灵的丰盈，唯一的方法就是放下执念，将原本觉得无法放弃的事情交给他人处理。当有人信任自己，理解自己的感受，并且愿意接受自己曾经珍视的事物时，人们会获得前所未有的安心与宁静。让我们珍惜每一个当下，勇敢面对生活中的起起落落，以深刻的感恩和宽容的心态过好每一天。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